价差策略呢，一定是它对我们的期权的初学者比较友好啊。就是你在做期权的情况下，我们大部分的期权投资者啊，说白了，你就会觉得，哎，我去买涨买跌就行了。但是我昨天跟大家解释了，为什么期权投资者买涨买跌，它天然就很难赚到钱啊。我用一张图给大家去演示，大家就知道了啊。用一张图给大家演示，大家就知道了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你去买涨买跌，你做买方的话，因为你涨的话，它有4种情况，跌的话也有4种情况。意味着你买涨的话，你天然只有1/4的胜率。你如果单纯的去做买方，比如说我买 call 啊，或者我去买 put， 当然我昨天在我们的周3的课里面啊，第2讲里面跟大家讲过怎么去提升自己买涨买跌的胜率，就是如何去选合约的问题。但是还有一个就是有些合约你选不到，没办法，那怎么办？那就用我们的这个价差策略，它可以完美的可以把这个弊端给，当然它既然它有优势，当然它肯定也有利有弊啊，也有利有弊。比如说你单纯的买涨买跌的话，你买对了，你的收益率会非常高，就你的胜率会低，但是收益率会非常高啊。但是如果你用价差策略呢，你的胜率会提升。你的胜率，比如说你之前只有1/4，就25%的胜率，但是你用了价差策略的话，你的胜率能够达到多少呢？能达到75%，但是你的赔率啊就会降低。你之前比如说你买一个call买对的话，你大概率就会赚到30%、50%甚至100%。但是如果你买一个用价差策略的话，你赚了的话，你可能只能赚10%啊，它的赔率就降低了啊。所以我觉得你们是想要赔率还是想要胜率？我个人认为，就这两者结合是最好的啊，这两者结合是最好的啊。我个人就是根据这么多年啊对期权投资者的这个分析和统计，一开始因为什么这么多的可以说80%-90%的期权投资者，他在期权上面的生成周期都不超过2个月呢，是因为他们都是纯买方，就去纯买涨或者纯买跌啊，买 call 或者买 put， 然后呢这个资金很快就亏完啊。这种因为相当于是买 call 和买 put， 它为什么会亏的胜率这么低啊？我举个例子，假设你有10万块钱，因为它的胜率不是只有1/4吗？那意味着你买10次，只能对个2.5次。我就假设你对3次，那另外7次是亏的。因为你买方的话，你一旦亏的话，你基本上你就亏50%以上的啊。然后你赚的话，我也赚，就算你赚翻倍，那你有3次，每次是花1万块钱啊去买，然后每次赚1万块，那这3次做下来你就变成了6万，对吧？你变成了6万，就这3次对了变成6万，然后不是还有7次错了吗？你每次是亏5000。那这剩下来的话，这7次，因为我们这个还没算手续费啊，什么交易摩擦，对吧？你每次亏7接5000，那你7次下来，你还剩3500，你最终下来你只剩下95000了，你还是亏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期权投资者他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？他觉得我这次买1万亏了，我下次要买2万，想把它快速赚回来啊。我遇到的大部分投资者都有这样的心理。下次如果我再亏了，我再买3万啊。那这样子算一下啊，如果你连续买3次都买错的情况下，你第一次买1万亏了5000，第二次买2万亏了1万，第3次假设你买4万亏了2万，大家可以算一下你现在是亏了多少了？你已经亏了3万5了啊，你的本金已经只剩下6万5了啊，你的本金已经只剩下6万5了啊。那万一第4次你就说，哎，我有可能第4次会买中，我第4次 all in， 万一第4次又错了，那你的本金你看已经只剩下3万一点点了。所以说你再想翻身，你就越着急越那个。所以很少有人说，哎，我每次只限定自己只买1万块钱啊。所以这就是买方他的这个胜率低的原因啊，买方胜率低的原因。然后我们今天讲的这个，大家不要去想着，哎，我要赚多少赚多少，我就想着比如说我的期权的资金现在10万的话，我就去做价差策略，因为价差策略它的胜率高啊。你其实用个10%的资金也好，20%的资金也好，它影响都不大，因为它的亏损也是小的啊，它不可能说一下就给你亏50%或者100%，价差策略不存在的啊，价差策略不存在的啊。价差策略有哪几种呢？有4种，4种呢，其中有2种叫牛市价差。牛市价差顾名思义，它牛市价差的话就是看涨啊，就是牛市价差就是看涨啊。然后熊市价差呢，相反呢就是看跌啊。牛市价差它既可以用 call 来表达，也可以用 put 表达啊。我们可以看一下牛市价差它的这个观点是什么？温和上涨啊。然后呢，它的特点是什么？风险有限，收益封顶啊。它的逻辑是什么呢？我们这个就叫低行权价，买一张低行权价的汉涨，卖一张高行权价的汉涨啊，这个叫牛市汉涨啊。低行权价、高行权价，然后我们的小伙伴如果不知道什么叫低行权价、高行权价啊，假设我们这个地方以哪个为例啊？以特斯拉为例，我们做个牛市价差，比如说6月5号的啊，6月5号的，那我们需要买一个低行权价的，卖一个高行权价的。那现在它的价格盘前，它昨天的收盘价440，对吧？那我们买个低行权价的，比如说我们买一个435的，这是低行权价的，对吧？因为它的行权价435嘛，然后卖一个高行权价的，那低行权价、高行权价它是有什么规律呢？我们这里比如说我们买进去是15块买的话，
那我们那个卖方就应该是15的一半啊，那就找个7块5、8块钱左右的啊。那我们看一下，就找这个452的452.5的这个，你去买它，这个你就可以获得收益啊，可以获得收益啊。就只要这个特斯拉它不大跌的话，你基本上都能获得收益啊。小跌的话，有可能都能获得收益。然后呢，还可以用 put 表达，就是卖一张高行权价的汉跌，买一张低行权价的汉跌啊。我们也用特斯拉为举例，刚刚我们是用汉涨啊，那用汉跌。汉跌的话它是卖一张高行权价的，买一张低行权价的啊。那卖一张高行权价的，我们可以找一个成交量大的啊，比如说我们卖一个445的，它的成交量有5480张啊，卖一张这个呢也差不多15块钱左右。然后你买一个低行权价的，15块钱卖的嘛，对吧？那你买的话就买它价格一半的啊。就大概是7块5毛钱左右的430的啊，你就这个买一张啊。那我们来计算一下啊，这个相应的这些策略啊，它的优劣是哪里？我们看一下场景，如果到期股价是430的话，我们的亏损是750，对吧？这个是不是亏？就是你是看牛市价差嘛，你是看涨，但是它实际是跌的，而且跌的不少，跌了3-4个点，对吧？3%嘛，就是你从440跌到430的话，大概跌了3%左右嘛，对不对？你是亏损750啊。然后如果到期股价是440，因为440的话，你的亏损是250，是不是？因为它是你认为它是要涨，但是它没涨的，但是跟现在的股价差不多啊，是亏了250。然后盈利是多少？盈利大家可以看一下，你现在的股价是440，然后你认为它会涨，然后最终它涨到了450的话，确实是涨了，对不对？你的盈亏就是750，大家能算得出来吧？对不对？这就是这个策略的效果。如果我们把这个策略用这个 put 来表达呢，对吧？用 put 表达，它的效果可能会比这个用 call 表达的效果要好一点啊，但今天因为时间有限，我下次再跟大家去把这个详细的去讲一下啊。大家也和一样的用那个人工智能，这个地方牛市价差可以把这个地方改成 put 啊 ，put 表达，用 put 表达啊。然后呢，行权价它是买一张低行权价的，卖一张高行权价的啊。这个是牛市价差用 put 表达啊。然后同样的，熊市价差顾名思义就是汉跌的啊，你也可以用 put 表达，也可以用 call 表达啊。观点都是温和下跌啊，温和下跌，只要跌了你肯定能赚钱啊，但是赚钱的这个收益有限啊，但是同时风险也有限啊。然后4种垂直价差的策略的理论逻辑啊，我刚刚用人工智能已经给大家算出来了，它的风险确实是有限的，对吧？收益也是有限的啊。为什么它有这样的一个效果？因为买扣是涨，对吧？那卖扣是汉不涨啊，汉不涨，下跌和横盘。所以说为什么是牛市价差和熊市价差？它有这样的，我们举个例子，你买了一张扣，如果它真的涨的话，比如说它股价涨了10%，涨了20%，甚至翻倍了，那你这个扣理论上你应该是无限的收益的，收益无限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你又对应的卖了一个扣，那这个卖的这个扣它又会亏很多，是不是？那你是不是一个买一个扣卖一个扣，你是不是不能盈利？但是根据我们的理论来讲，它还是能够盈利的，只是那个盈利有限啊。但是为什么买扣它的亏损又会就是如果你买的这个扣你错的话，你的亏损就会把你买的这个部分全部亏掉。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卖扣的话，你这个卖扣你不就对了吗？你就把你的这个亏损稍微可以挽回一部分，知道了吧？所以这是价差策略的理论逻辑啊。买 put 一样的，它是汉跌，那对应的卖 put 是汉不跌啊，跟它相反。所以为什么我们的买扣和买 put， 我之前跟大家说的是它只有1/4的这个胜率，实际我们从统计学的概念来讲，它是1/3的胜率，但是从实际我们的这个行情里面来讲，它是1/4的胜率。为什么从概率学讲它是有1/3的胜率呢？就是我们的一个标的，它比如说它今年的走势，它美股今天的走势，它只有3个可能，要么就是比今天的收盘价高，要么就是跟今天收盘价一样，要么是比昨天收盘价啊，就是我们以昨天收盘价为例的话，它要么就比昨天收盘价高，要么就比昨天收盘价是平的，要么就比昨天收盘价低。你如果单纯的买涨的话，它是不是另外的2个跟它天然的就是没判断对，对吧？它只有1/3的对，你判断它一个买涨买跌，你天然就是买了1/3的这个概率，因为它只有涨平跌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这里面我们的学员提示一下啊，如果有的券商交易软件不能承卖扣或者 put 的话，可以先采用价差策略或者其他策略去替代，因为纯买扣买 put 的话，这个风险确实大啊。我这里面再次跟大家讲一遍哈，风险确实大。如果大家就是一开始学期权的时候，就不要去上实盘啊，你用模拟盘啊去做，因为模拟盘都可以去做熊市价差或者牛市价差策略。你用这个价差策略做得得心应手了之后，再上实盘都可以啊。然后呢，尽量把自己的这个账户这个卖方啊，就是卖扣或者卖 put 的这个权限开通啊。我个人认为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啊。好，这是价差策略啊。那我们今天2个策略应该都跟大家讲透了。那我们的期权实战班啊，今天就跟大家少讲一点啊，因为我觉得这个都是过去的是案例，不代表
现在和未来啊，这是过去的案例。这个是我们中长期逢高布局那个 USO 的美国原油啊，期权单日盈利7.9万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单日盈利7.9万啊 ，USO 我们在3月份就开始布局了，这个标的我们是可以说是做了很多次啊，每次都盈利，目前来讲。然后这个是在2月份布局的做空闪迪的啊，单日盈利7.2万啊，这个是我们的明细，纸张明细啊。然后这个是在2026年的5月14日盘中啊，布局 EWY 啊，中长期的 put， 大概只布局了15000块钱啊，然后就赚了7500，就一天时间就赚了50%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收益。虽然目前是回撤了一点，但是我们还没有有些标的啊，我们还没有平仓，有一些部分标的是平仓了的啊。